志鹏，你们小虎队一开始的时候，3个人有被要求要成为朋友吗？不认识，本来就不认识，也没有住在一起。其实我原本想说进到一个公司做一个组合，是应该住在一起了吧？对，现在很流行住在一起。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是上一个年代的人。啊，对，现在是在聊穿越的事情吧？你好像比我更上一个年代哦。对，再早一点点，对。所以那时候没有住在一起，只能靠周末在排练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吃饭呐，一起去看。那时候很流行那个 MTV，要关在里面看片子那种的，只有这样培养默契。对，那3个人里面谁最会带动气氛？好像都没有啊，就冷场的看电影吗？我们私底下如果话最多的，我是话最少的。然后有一个那个就话比较多的，应该是年纪比较大那个吧。年纪还有人年纪比你更大吗？不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吗？吴奇隆年纪最大。你说了没说啊？他比较会带动气氛。对，他就喜欢当那个大哥这样子，但是有时候他说的都挺无聊的。他是不是很喜欢讲大道理？他都说了一圈，然后我们就这样听哦。17岁的3个人聚在一起，不是应该讲一些废话吗？对啊，那会说哪个女明星本人很漂亮啊，什么之类的吗？有啊，那个徐熙媛。好吧，徐熙娣啊，那时候哪会讲徐熙娣啊？没有，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出道的时间差不多。是想要说小虎队真的私下有聊过 SOS 哦？有啊，你应该不记得了吧？有一次我们在台南做一个活动，一起在后台。我们在后台干嘛？反正我们有说过这2个女生还挺好看的。2个都好看是不是？对，因为旁边应该还有别的女明星吧，但就只看到你们2个，因为你们2个太吵了。对，我们俩就是在私下，就是还是会一直。你不是要嫁吴奇隆吗？你为什么当时没有冲上去？我是后来看他演那个《步步惊心》才爱上他的，当时没有爱他。OK， 他跟你一样都是磁带的年代嘛。磁带年代还有唱片，我们还要走到唱片年代。你有黑胶吗？有。你们有经历到黑胶？对啊，不可能，真的。有。小虎队出来就是磁带啊。有黑胶。这位大爷要不要喝一点茶？辛苦您了，拿杯茶来给他喝。没意思。但愿2个年代的人怎么可以这样不尊敬他？泡一点枸杞。你是说你出道的时候的第一张作品出来的时候是黑胶吗？有，就是那个新年快乐有黑胶，逍遥有黑胶，然后这男孩不哭有黑胶。哇，你有黑胶播放器吗？啊？你有黑胶？你讲的是唱盘吧？什么叫黑胶播放器？那是什么东西？你们 SOS 的那时候不应该也有黑胶吗？没有，我这么老了应该有黑胶吧？我发誓真的没有黑胶。所以你觉得很惊讶？我也很惊讶，我不觉得我就是白光那个年代了。还没有了。你应该没有过吧？你的第一张专辑就是 CD 是不是？我们那时候已经都 MP3 之类的了，都已经网络了。我们出歌比较晚了，2007年第一首歌。这也是音乐史的开端跟音乐史的末端呢。对，我们比较晚了，那个时候王老师已经快40岁了，那时候。筷子兄弟的2个人的年龄有差哦，差了一双筷子。11岁。他11岁。他很年轻的。也没很年轻。X 一直在那儿算。哦，他快50了耶。差不多吧。我觉得他前一段心情不好，可能就因为我觉得跟这个年纪有关系。哦，真的吗？男人到了这个年纪，他中年危机。哎，我觉得他会的。你会吗？超级会。怎么了？就感觉年龄的压力啊，超级感激到啊。年龄有什么压力？你就是会做一件你平常觉得轻而易举的事，然后就发现说累了，就会吓到。就是说，比方说2天不睡觉，以前就觉得这算什么？哦，对，就会累到要睡3天才补回来，就觉得自己简直是废物啊。然后现在拍照死角一堆，这样这边已经没有线条，就看到就会说，那是我吗？就觉得丢脸的要命。你没线条很久了耶。知道啊，所以就无法再回避这件事，悲惨。我腰也是一直没办法回到以前。你超棒的，你看起来完全 OK。真的吗？当然啦，你叫肖央看。啊？你觉得我还 OK 吗？特别 S。真的假的？身材是好的吗？
特别好。陈志鹏说你讲话比较直接，你要听真话还是听假话嘛？我要听真话，可是你也不要可以太过分。说哈，可以啊，许熙娣什么真话没听过？有点胖。其实你也蛮胖的耶。你自己叫陈志鹏讲真话的，然后对啊可是我真的不胖，是因为我这个衣服。如果以比例来说的话，应该是这样啊，那你应该是这样啊。我觉得我收回，你真的好瘦哦。我不听啊，我觉得这段温度大家会上升一下，应该是火药味。好，我们的明星呢，他们都很大方，让我们去拍他们住的地方。那在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邵央的生活场景里面，不知道跟拍出来的样子有何不同？去看一下。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花梦的助理主持李星辰。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众所周知的非常厉害的跨界的前辈肖央老师的家。今天我来的任务是发现跟肖央老师中年危机有关的所有的证据。我们看一下周围能发现什么吗？一个非常气派的柜子和一个漂亮的石头，是一个艺术品。与之对比格格不入的是，这边有很多的面膜。可是为什么把这么多面膜放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呢？难道是为了提醒自己要经常护肤吗？这算不算是中年危机的证据呢？可能是夫人用，对不对？好了，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肖央老师的书房。哇，而且好高哦，有一点像艺术馆或者博物馆的感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大的柜子上面，每一个格子都放了一些非常非常精致和非常有设计感的艺术品，还有一些感觉是用来收藏的书籍。这个画是画的吗？因为它的材质有点像是绣上去的。绣和画厉害厉害，那个都有。哦。我们直接走到这边，其实能看到一些跟健身有关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瑜伽垫，这个是我们健身用的滚轮，是怎么用的？放松肌肉有用过。然后很多人都会想要拥有的筋膜枪，这很受欢迎哎。对啊，我听说效果很好。哎呀，难道肖央老师不经常用这些东西吗？按理说应该有电的。所以通过这个区域的摆放整齐的这些用品，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肖央老师是一个非常爱锻炼身体、爱健身的人，还是非常有艺术感的玻璃柜。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吧。就是一些现在很多养生都会用的保健品。长得最格格不入的是这个东西，这上面写的字是仙骨水。什么东西？什么水？仙骨水，泰国买的，就它会喷那个，有时候你肌肉酸痛它会有用。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祛风散寒，关节增生，跌打损伤，肌瘀肿痛，腰肢麻木，风湿骨痛，有明显的使用痕迹。难道肖央老师很需要这种东西吗？好，我们看到家里面的那个文艺气息很重，对，那个书房好漂亮。而且你们屋顶很高哎。其实原来没那么高，我后来重新装修了一下。它本来原来是精装修的嘛，它浪费点空间，我就往上顶了一点。所以你在书房待的时间多不多？挺多的，就是基本上是我思考的地方，看书啊、看电影啊、写东西啊都会。那个柜子里看起来本来也是为了放一些小小收藏的小花瓶什么吧，结果你就把保养品放进去了。你现在一天要吃多少保健品？我觉得每天就吃一点维生素吧，就我们其实吃的东西，它其实不是特别的全面，体检就会检查出来你身体缺什么，然后你就要按照医生的那个药方去补充那些东西。所以如果被人家看到你在吃这些，你会觉得丢脸吗？不会啊，因为本来拍戏就很累，就是我们这工作还是一个体力性的工作，真的需要补充。我觉得健康人也需要补充这些东西。有时候你身体是慢性消耗，你自己不知道。你现在正在上映这个片子是误杀，对，误杀杀也非常累，在泰国
最热的时候，而且就是我要拍那种就越狱，你要爬那个就是下水道，然后我穿的那个裤子就是短裤，哇，那膝盖不是痛死了？痛死了！你就爬出来以后就是你就全都是伤，而且那个伤吧还都在泥里边，就很容易感染。这种戏拍过了以后，还是喜欢演戏，就是还是觉得演喜剧比较好。这是我演的第一个正剧。一个就是又有什么越狱啊，又有正经一点，又有死人啊，又有要掩盖罪证，要转移尸体啊。然后里边有一个演员叫边天阳，一个小朋友，他跟我演的第一场戏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我一直把他转移到各种各样的地方，他一直在演死尸。那也蛮轻松的。他也不轻松，我还要埋他，埋他，还有盖棺材盖什么的。我要先打开一下，我要表现一个那个泰国那个地方，这已经臭了这个人，然后我就一松，然后他那个棺材盖就砸到他的脸了。我就说这被棺材盖砸到的脸的活人，这也不多吧，应该。所以演戏对于香来讲，应该算是一个放飞自我的过程，是不是？是。所以你心里面除了做音乐之外，就一直在想这件事吗？不是，演戏是我最早被自己否定的一个天分。最早被否定的吗？对，因为我就完全不觉得我能演，我觉得你演戏都得是长得就是那样的哈，就是很帅，然后我们家里人也没有干这行的，我就很早就否定了。但是后来就觉得，我觉得画画挺好的，就你拿笔的。也是一种表达，然后你也不用那么的在聚光灯下，在众人面前，然后你比较安静，然后在那画了几年，后来发现好像还是想干点挑战自己的事儿，就是更外化的东西，更把你扔到那一个舞台上，然后让你觉得很没有安全感的地方，然后可能能刺激出新的我自己。所以你是一个很喜欢挑战自我的人吗？我觉得是，我觉得那个会让你有存在感。这边温度会不会太高？温度升很高啊，自我挑战。肖央有一个当演员的大牌的事情，他听说不试镜的，就是要找就直接找他，要演就找我演，不要叫我去试戏。可是以他的知名度，应该不用试戏吧？他说他试过一次被打败了，然后他就再也不愿意试戏。那一次被打败是被谁打败？那次是陈可辛导演，大导演。对，陈可辛导演就是说，因为之前我们认识，然后说你来试一下戏吧，给了我很多台词，然后说那天随机，然后你要去试哪段，就真的好像要考试要面试一样，面试一份工作，就是，就是感觉很紧张就是没特别紧张那天，但是也还行了，对，排就是试的时候表现的也还可以，然后就没用我。没用你？对，没用我。然后后来我知道他们找了胡歌。胡歌？对。那是应该的。对，我就说你要早知道要找胡歌这种类型，何苦让我来试戏呢？因为他怎么会叫你跟胡歌他们俩完全行不同哎？就导演可能在想说，我想看看到底要一个平凡的，还是要一个？什么叫平凡的？对，什么叫平凡的？很失礼耶你。输给胡歌，你应该非常的心服口服吧？对，我就觉得那就真的不是我演技的问题了，就是还是类型的问题。所以陈可辛干嘛这样整你啊？应该不是吧？后来他也找了雷佳音也试过，就是找的长得比较像李娜老公的那个样子的演员。所以不止你去试，对，也有其他人去试。对对对。刚才呢，肖央讲到说，他对于闪光时刻其实是因为自己画画这件事情已经掌握了，然后他觉得要尝试一些更有挑战的事情。我觉得看节目的人很多人都会觉得，已经过着很有把握的生活的时候，是不是要去挑战一个没有那么有把握的事？可能那个往往就会带来新的人生境遇。然后我们今天讲到闪光时刻的时候，大家都一定想到，说实话，小虎队恐怕是我们在座所有人见过最闪的闪光时刻了。可是你会不会有压力？跟另外2位成员，比如说他们的发展，我也发展的挺好的呀。怎么样？有觉得自己说错话？我觉得他可能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你内心会不会有比较？不会啊，为什么要比较？我觉得我唱得很好，演得很好。我没有说你不好，我只是说会不会比较而已。为什么要比较？对，我就 OK， 那个 very good。
You are perfect man, OK？ Thank you very much。讲英文了，没路走了是吗？就是我讲什么，他都觉得好像我在恭喜他。我们重新制造这个句子嘛。你刚才讲了什么事情？你说你会不会觉得另外2个人发展的比你？不是这个意思，我要讲的是说，因为毕竟他们是团体嘛，然后现在解散了，会不会内心就是有一点在比，说谁的发展好，谁的发展比较不好之类的？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红是吧？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不会在内心你知道，当一个人说想说的话的时候，都会这样。哎，你跟你姐谁比较不红啊？当然是我姐啊，当然是我姐啊。她已经算是默默退出演艺圈嘞。你还在线上活跃着？对啊，我还有节目 OK。你必须要承认，陈志朋在3只小虎里面，好像是放飞自我最厉害的一位。没有，我只是觉得做自己挺开心的而已。你要想，我跟 S 真的见过很多人做各种尝试，可是我们收到你的 MV 的时候，还是有深呼吸啊。对，我还是有抖了一下，想说哇，就是我的 MV 很正常，不是吗？我们今天也很有荣幸可以跟你一起看一下。哦，要看这个啊？可以看，而且请教你吧。可以啊，应该可以算是你高度掌控的作品，对不对？算，整张专辑算。千面男爵啊，是。哇，那还蛮值得这样。盗汗是吧？不是，就是想说，陈志朋竟然，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留在小虎队的那个印象很深。但我觉得人还是需要成长、长大，想去表达自己要的东西。就像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比别人在审美观或者是这种时尚快走的好几年，因为其实我有一次就是，我穿搭之后拍到照片，然后隔了大概3个月之后的米兰时装秀，跟我穿的衣服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艺术、对这种审美观的提早发现吧。走秀应该是设计师搭的吧，不是你搭的。就是去参加一个颁奖晚会，然后那个节目单位就说：“志朋哥，那个麻烦你今天的晚会就靠您热搜了啊。”然后我就把这个话听进去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是我的工作，然后就开始画图，然后找人家来做衣服。本来里头是长裤子，后来我觉得没什么感觉，我就上来之前把它剪了之后就变短裤。结果后来真的有上热搜吗？马上上。对，所以你现在只要有比较特别的造型的时候，就会上热搜的人。就是媒体还蛮喜欢我的吧，就是只要我有什么动作，大家都挺关注。哇，你有办法穿25公分的高跟鞋？那个是30公分。你怎么练的？不没有练，就是平衡感。不会拐到脚吗？不会啊，但是我曾经也失败过，就是另外一场秀。哦，你有跌倒对不对？对，因为他不晓得是不是故意的，拿一双坏的鞋给我穿，而且我走的是第一个人，第一个走出来，我不能说第一个就把整场给弄坏了，就是这样走，对吧？然后一断了之后就变这样，这样之后，我觉得我要怎么办？我不能那么多人看着我，就赶快往后退2步，后起来之后再发现还是这样走，然后我就又回身。还是跟着那个 tempo， 就是这样跳 tempo 之后我就故意躺下来，把裙子掀开，把鞋子全脱掉。后来那一场我就踮着脚走，连那个造型师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还是这么高，这样就完全让所有人都不知道，以为这个是安排好的啊，但其实那个跟是坏的。后来我在后台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拿了一双坏的鞋给我？他说：“哎，对，好，那双鞋在哪个地方走秀的时候拿去修好，再拿回来，又坏了。”我说：“那为什么要拿这个给我穿？”他说：“不知道啊，他们就拿过来这一双给你穿。”哦，所以你那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之后，台下的观众有拍手吗？非常激动的，觉得我特别的，这就是徐熙娣最爱看的时装秀啊！对啊，我多希望看到人家跌倒啊，然后你跌倒之后还有一连串的就是补救的动作，就完全让所有人都不知道，以为这个是安排好的啊，但其实那个根是坏的。可做这些工作会不会使得你接下来接得到的角色会比较不一样啊？后来其实伤害蛮大的，就是吗？
对啊，就是因为大家不认识我，不了解我，然后就会也有一些声音就出来了，就会说他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低级，他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妖，然后也是经历过很多那种内心挣扎，调整再调整，然后发现其实人生只要快乐就好，这些都是我想去尝试的。不过这样打扮之前，应该就已经想好了会得到这样的评论啊。没有，我其实我做事情并没有特别多的思维，但其实我觉得我生活当中就是一个特别低调的人，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对我是不是伤害，但是我勇敢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对，我觉得你很有种啊。对啊，所以不理解我的人还是不理解。可是你现在是不是比较少穿太夸张的衣服了？现在我觉得就是刚好搭配回来做演员这个身份，做拍误杀，然后就调整再调整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出了专辑叫《千面》 OK， 所以配合那个专辑的造型就特别的狠。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回复做演员之后，我觉得不是说以前那个造型不穿，就说适当适合某些时候，我觉得还是必须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你一边当演员，然后如果有时尚来找你走秀，又是很奇特的衣服，你也是穿。我觉得人生当中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可以研究一件事情，是因为听说肖央除了那些保健品之外，他家里还有一些东西是跟内在有关的。我觉得那个也会令人好奇，他想要做什么。哎，我们去拍。现在我来到的这个区域是全部放书的地方，我们看看肖央老师平时都看哪一些类型的书吧。有杜德德汉大词典哦，德语和汉语的词典。这是我太太的书。莎士比亚全集。哇，肖央老师看的书的种类真的是特别齐全，而且每一个领域好像都有他所准备的书。看来肖央老师真的是下了不少功夫。对于我来说，我最好奇的东西，应该是肖央老师的吉他。我们听到的老男孩，我们听到的小苹果，我们听到的父亲，可能都是从这把吉他里创作出来的。哇，这可以拿出来吗？哇，金曲的味道！我也是摸过筷子兄弟吉他的人。口型对上了，挺可爱的哈。到底我该如何表达？我都尴尬了。我真是中华曲库，当然是因为老师的歌写得好。书桌上摆了一幅素描的画，上面写的日期是97年9月12号。哇，这幅画肯定是对于肖央老师来说是一幅很重要的作品。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呢，是要找到肖央老师中年危机的证据。难道画画和写书法也是在自己压力大的时候放松自己心情的一种方法吗？这边放的是中国首届短片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哇，我知道肖央老师是一个非常想成为一名优秀导演的老师，他却拿了男主角的奖，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得的第一个奖。第二个奖是 AMA。哇，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奖。上面写的是 Favorite Music in China， 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歌曲，然后小苹果，然后我们看下一个是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是有关电影类的奖。然后在这些奖杯的下面又有一些我发现的比较特别的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找一下这些书的关键词：焦虑。你好，焦虑分子，你所烦恼的事有90%都不会发生。终结疲惫的治疗启示录。其实这边放了很多心理学有关焦虑方面的书籍。难道肖央老师到了这个年纪会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很多烦恼的事吗？
星辰，你在人家家里面唱歌开心吗？特别开心，我唱了3首歌你唱了3首，啊。我当下唱的时候是挺好听的。录出来就不一样。嗯，肖央很管得住自己，因为他结婚了，所以你是对婚后才管住自己的吧？结婚就肯定是跟单身的生活会不一样了。你夫人是西方文学博士，教德语的，对。他会观看你的上节目的内容什么之类的吗？我觉得他对我的这工作不太 care， 我觉得他 care 你吗？那倒还好。所以你回到家的时候，他会发现你到家了吗？那当然会发现，他会叫你念对，他介绍的德国的文学作品吗？他会，偶尔我们会聊这些。 OK 我就比较享受跟他聊这些东西。他会靠在你的大腿上面，你们俩一起看电视吗？啊，就是靠着，然后有时候看个电影什么的。那还蛮甜蜜的啊。你的大腿上是哪一种？头靠在大腿上？对啊，靠在男生大腿。那你看到的画面是直的耶，不是横的。很啊，可是没关系啊，重点是一种没关系，你就看不完这出戏啊。我老公选的那种打别斗，别对啊，打斗片，你觉得他直的跟横的是有差吗？但是我就是不想看，所以我想说，好吧，你就这样。就是在享受温存的时光。对好，麻烦你打开我们的伏尔加花花柜。好，让我们一起打开伏尔加花花柜吧。所以这个是什么故事？这个是我上美院附中高1的时候画的画。这张画是我为什么摆在书柜里？因为这张画是留校了，就是你好的作品就会留校。这是一张当时留校的速写。就去年美院附中有一个讲座，就他们在那些留校作业里就找到我的这张画。所以你就把这个画拿回来。对，然后他送给我，这是一个，这还不是原作，这是他们那个就是唯一的复刻版吧。就是当时我在画速写，我就看一个人拍一个女生，我觉得2个人都很生动的，然后我就记下来，然后很快的画下来。啊，刚才星辰所拍到了书架上的跟心理学有关的书，其实跟肖央真实的这个心理学的身份还显不出来他那么厉害。确实去参加过一个催眠师的一个训练，然后你怎么会想要去当催眠师？我就感兴趣，因为我有朋友是心理医生，然后他们有那个催眠师的课。你的老师有跟你说你可以催眠别人吗？他说过，如果别人很配合的话，你想要被催眠呢？就想要被催眠，但是目的是什么呀？就想睡一下。在节目里吗？接下来是我自己一个人主持，是不是？其实催眠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我最近很累，或者我想在一些什么问题上找到答案，但是我又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或者我不知道我自己想法是什么。我觉得它对了解自己的潜意识，我觉得都特别有帮助。学弟，你换一个目的，就是睡觉真的不行，因为我不能让你在节目中睡着。你要看什么吗？我想要看一下我的潜意识到底是不是真的很想要继续工作下去，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其实很想要就一直待在家里。那我觉得你应该是想要一直工作下去吧？你催眠是怎么样去催？就是什么催眠就是，其实它的理论，我们可以看过程吗？可以看。那 S 你去坐椅子，我先说一下理论哈，我不要听。好，那我要闭眼睛吗？你就让你自己很 relax 的姿势。你在睡觉，徐熙娣。他说让我摆出最 relax 的动作啊。对，就是最放松的姿势就好了。啊，还是这样好了。啊，然后就放松哈，放松。先要有一个慢慢放松的过程。其实有时候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个你经常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我们先从头部开始啊，你现在慢慢感觉你的头皮放松，然后你的头盖骨也要放松，头盖骨也要放松。真的不要用意识去支配你的肌肉，然后你的眉骨也要放松，就像扫描仪一样扫描你的身体，从上往下，让你的意识放弃去控制你的身体，
然后放松你的胸膛，胸膛经常会因为